也许他们是先天神族的原因吧。萧炎内心暗自了一声，这些来自天古纪元时期的神族，个个都是拥有着更加久远的历史和底蕴，知晓一些关于创世神火的消息也很正常。那这么说，先天神族的神灵大能者们也已经进入到这通天墓中了吗？一道低沉之声在萧炎的喉咙间传出，很明显有一丝忌惮的语气。毕竟先天神灵的实力与恐怖，那是远超萧炎现在本身，尤其是那位黑神仙灵王，实力更是强得深不可测。然而邱福则是摇摇头回答道：这个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我们也是跟着他们来到了此处，至于先天神灵那些大能者有没有进入通天墓，还真的不好确定。说到这里，邱福的眼睛看了看萧炎那一脸的平静，紧接着又说道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创世神火，所以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天古神灵渊了。什么？进入了天古神灵渊？难道这无灵地带中有进入天古神灵渊的入口？萧炎感到十分的吃惊。这只是我的猜想，具体这无灵地带中是否存在着进入天古神灵渊的入口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邱福将自己所能够猜想到的答案都一一道出。那么如此说来，在这无灵地带中必然存在着进入天古神灵渊的入口了。想到这里，萧炎的心跳都加快了一些，因为他来此的目的也正是为创世神火而来，只要获得从创世神火，那么他就能够突破大道的修为，甚至登临造化之境。难道那进入天古神灵渊的入口是在这片虚无之中吗？萧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缓缓的目光看向了下方的虚无处。邱福和那4位大道散修者也顺着萧炎的目光投射而去，下一秒他们都感到十分的奇怪，那里只有红蓝海域以及海域之下的虚无而已，根本无法联想到这是关于进入天古神灵渊的入口之处。感到十分好奇的邱福对着萧炎轻声地问道：萧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萧炎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邱福，毕竟对方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到这通天墓中，想必也非常的不简单，而且就好像已经锁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而来一样。而邱福却是淡淡一笑，自然是已经看出了萧炎心中的顾虑，道：萧兄似乎对我有些戒备吗？是不是有误会？我们来此其实是感应到了这里有一股神秘的能量波动，虽然只有一丝，可是还是被这位江元兄给感应到了。其实他也是一位修炼火属性的大能者。邱福一边解释，一边将目光看向了那位身材魁梧、身披黑色衣袍的男子。男子的脸上带着一处被火焚烧过的疤痕。萧炎缓缓转头，将自己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投射在这位魁梧男子身上，透过感知，的确感应到了在男子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炙热的能量波动。不过，这位男子让萧炎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在没有收服神火本源的情况下，居然能够让自身本身对火道的领悟能有如此之造诣。这叫江源的火道修炼者果然有些天赋，难怪能够感应到这海域中散发的炙热气息。萧炎刻意的认真打量了对方，并且除了此人，其余的3位散修者同样带着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感觉。这些大道散修者并非表面那般简单，在这些大道主神的身上，除了大道的力量，还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。小家伙，你的直觉没有错，小心眼前这些大道大能者，特别是那位叫邱福的大能者，他给我一种非常危险的气息。一道久违的苍老声音从萧炎的体内传入其脑海中，这道声音正是焚诀空间中的焚老。听到焚老的声音，萧炎的身躯微微一抖，同时他的内心世界开始波澜起伏。虽然刚刚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猜想，但现在焚老都直接主动现身提醒萧炎，那么足以说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自己的直觉没有错。眼前的邱福和这4位大道散修者的确很不简单。从回想起自己刚刚与邱福相遇的时候，对方不过是一位没有背景和势力资源的散修者，实力也不过是半道神。可就是半道神的实力，为何能够在这充满危险的神藏中，不仅结交了实力比他还强大的4位大道主神，更是能够在精准的锁定下来到了这里。这些事情都已经证明邱福的来历并非只是一位散修者。焚老，你怎么出现了？前不久自己一直呼唤焚老都不出声，怎么这一次还自己主动现身？这让萧炎感到一丝疑惑。焚老捋了捋自己的淡黄色胡须，脸上带着7分的认真之色道：我在这些光束中感应到了一股无比炙热且特殊的火焰本源波动。萧炎一听，立马眼中迸射出一道火芒，激动地开口道：难道这些光束中真的存在着某种火焰的本源？会是神火本源吗？焚老回应着说：我特意的感应了一下，也无法感应出这道火焰本源的真正来历。什么？连焚老你都无法感应出这些光束中的火焰本源的来历？萧炎顿时大吃一惊。要知道，焚老在萧炎的心中乃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智慧存在，任何事物在焚老的面前都会被一一揭晓。但现在焚老却说，这里的火焰本源竟然无法被清晰地感应出是否是神火的来历。这点让我也感到有一些意外。
而且我所感应到的火焰本源也无比的特殊，它就像存在于这方世界，但又不存在。此时坟老所说的每一个字传入萧炎的耳朵中时，都带着雷霆的轰鸣声在脑海中炸响开来一般。存在又不存在？或许只有你与这些光束产生某种联系后，或许能够让我对这其中的火焰本源的来历感知更加清晰一些。坟老轻声细语的沉声道：看来只能如此了，这火焰本源居然能有如此奇能，那么就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是否是9大神火中的其中一种神火，还是世间万火中的其他稀有罕见的特殊火焰。萧炎在自己的心中下定决心，务必要揭开这里的红蓝海域和那片虚无，以及这些光束中所蕴含的火焰本源之真相。坟老说完之后，又一次的消失在了坟穴空间之中。不过坟老的出现与提醒，也让萧炎对邱福以及这4位大道散修者有了一定的戒备之心。邱福兄，几位兄台，这通天墓中有着诸多遗落的宝藏，你们可以四处逛一逛，看有没有什么发现，这对你们提升修为有更大的帮助。萧炎还是客套地对着邱福几人拱手道。邱福和那4位大道散修者闻言只是一笑，似乎并未听出萧炎话中的意思。4位大道散修者立于萧炎身前，他们双手抱拳准备告别。也好，传闻通天墓乃是很久以前那位造化之王的领地，其中定然存在着不少的强大机缘和宝物。那么萧兄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站在一旁的邱福双眸深邃的如同无尽的黑洞，就在4位主神话音刚落，他的眼睛中突然泛起一道金色的涟漪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其中涌动。紧接着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，速度之快，犹如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。萧兄小心！邱福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带着一丝焦急。好快的速度，萧炎心中一凛，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瞬间做出反应。他的身体如猎豹般敏捷的转身，只见自己身后的虚空中，一道巨大的黑色树藤如同一头狂暴的蟒蛇，从空间的裂缝中猛然钻出。这树藤足有10丈那么粗，表面布满了尖锐的倒刺，倒刺上闪烁着幽绿色的光芒，显然带有剧毒。树藤的顶端分叉成3个巨大的枝干，如同3只狰狞的手臂，树藤所过之处，空间都被挤压的扭曲变形，发出咔咔的声响，并且朝着萧炎狠狠地抓来。邱福运转全身的神力，顿时体内半道神力如滔滔江河般汹涌澎湃。神之刃，他双手快速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道璀璨的光芒从他手中爆发而出，化作一道巨大的神刃。那道神之刃足有100丈之长，刀身闪烁着9彩光芒，刃口如寒星般锐利，每一道光芒都蕴含着毁灭的力量。那9道光芒看见那9彩之光，萧炎眉头一皱。紧接着神之刃强大的气息弥漫开来，周围的气流被这股气息冲击得四处飞散。神之刃所过之处，空气被切割得嘶嘶作响，周围的空间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扭曲。轰！黑色树藤与神之刃在半空中猛烈相撞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。神之刃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狠狠地刺进黑色树藤的身体。树藤表面的鳞片被神之刃切割得纷纷掉落，墨绿色的粘液如喷泉般四处飞溅。然而黑色树藤似乎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它的枝干迅速扭动，将神之刃紧紧缠住。双方陷入了僵持，强大的力量不断碰撞，产生出一道道强烈的冲击波，并且以碰撞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。周围的空间被这股冲击波冲击得支离破碎，无数的能量碎片如流星般划过夜空。邱福被冲击波击中，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，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。远处的4位大道主神见状，脸色大变，他们各自施展神力，其中3道身影闪现在邱福的身前，释放出强大的神力，凝聚出一道防护盾，抵挡冲击波的余威。另一位则快速地朝着邱福倒飞而去的方向急速掠去。其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大道散修者驾驭着自己的飞剑，如一道蓝色的闪电般冲向邱福，双手一挥，一道蓝色的光芒如绳索般射出，缠绕在邱福的腰间，最终稳稳地将邱福接住。